Hello，大家好，今天是5月29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一觉醒来，股神被制裁了。本以为今天的主角是英伟达财报，没想到还有更大的惊喜。美国法院叫停了解放日的贸易政策，也就是这1个多月以来的谈判都白折腾了。当然，股神目前也进行了上诉，但哪怕还有反转，应该也不是短期的事情。那么在美股再创新高之前，我们要注意什么？看到今天的行情图板。首先，我们来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184期的视频。阿哲依旧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的美股观点。第一部分，我们依旧照常进行纳斯达克指数美股的指数行情观察。阿哲依旧会把3大指数的170天均线目前的情况进行一个讲解和分析。而后我们会通过日内的撑压红绿灯来讲到目前短线的多空它是否会进行转变。在了解了指数环境之后，我们同样也会看到第2和第3部分是关于个股的解析。阿哲会讲到特斯拉、英伟达、半导体指数、阿斯麦、博通、苹果、Meta、MSTR、比尔 TR、谷歌、微软、亚马逊、台积电、SMCI 等以上个股的短线策略。因为所涉及的个股标的比较多，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第一次观看阿哲视频，您如果不太适应观看一个长视频，那么阿哲的建议是，您可以点击下方播放按钮，在它的右边有一个3角，在点开之后，你会看到本期视频所有内容所对应的时间轴，而点击对应时间轴，你会看到您最想得知的那一部分内容。希望以此的设置呢，能够解决您的部分观看疑虑。如果是老同学，阿哲依旧希望大家能够完整的收看。那么在开始内容之前，阿哲有一个话题想要聊一聊。最近呢，阿哲通过视频的发布之后，看到有很多的一个同学评论。那么阿哲也明白，在最近的这一波上涨当中，阿哲很多时候保持空仓，包括很多时候交易呢，也是以去做空方的方向为主。所以很多同学认为阿哲这波操作是有很大的一个问题，这阿哲是绝对承认的。本次的行情踏空了大部分，但也有同学提到阿哲的技术目前已经不能信任，或者说阿哲的技术可能没用了。那么关于这一点呢，阿哲需要有所解释。阿哲承认呢，在本次的技术分析后的一个买点中是没有把握好，但是是否技术上呢，阿哲要去推翻或者说全都去否认之前所学过的内容呢，肯定是不会的。为什么呢？因为简单，我们就复盘一下。当你每次对于交易感到困惑的时候，为什么我的方法在这一波行情当中它就不准了、不灵了？当你有这种疑惑的时候，可能曾经你遇到过，那么现在阿哲也遇到了。那究竟呢是为什么？我们稍微复盘一下，您就会知道了。但有一说一，有一些地方阿哲至少是有讲过或把握到的，比如说前面这个低点的位置看反弹，以及股价下跌到这里会有止跌、有反弹。关于这一点，绝对是曾经我们是讲到过的。然后这一波反弹在这个高点的位置看空，以及认为会有下跌，是不是这一个位置也是有把握到一个高点？那包括这一个连续的阴线下跌之后，这一个低点曾经是不是也有说过，这里将会产生反弹？关于这2个低点和这个高点的把握，基本上在往期视频当中都能够去看到。那从何时开始，阿哲的分析判断买卖点有点把握不到了呢？就是从这一根我们的吊颈线开始。而前面的这个反包阳线的买点到后面这一波上涨是完全有把握的，但从这个位置开始就不行了。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股价后续的上涨回调本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买点，因为它回踩了天量阳线的高点，有止跌下影线，并且后续有明显的上涨。那为什么这里当时不能买？因为当时这里出现了一个事件，就是中美谈判。所以在买点后1-2天就遇到这种事件，那么这种时候我们如果真的是首次买入，然后在这里去博弈这个事件，那是不是很容易就被套住？那么钱没赚着，可能亏损会不少。所以当时这里阿哲选择是放弃。那么股价在加速之后，那你还去买吗？那是不是利润基本上当时判定也是离压力位不远？因为170呢没有出现有效的突破嘛，所以有压力，所以肯定也不能在这里去做多。那么后续出现负阴线之后，阿哲说有空单机会，那么这一波的第一个目标就是看170会被跌破，如果170被跌破则加仓，跌破缺口再加仓。那么多头呢是不是也开始要对应的去减仓？但可惜的是，这个负阴线只给到了一个小范围的短线空单，到170出现了一个支撑，然后反弹。那么这一个空单的止盈，是不是阿哲在上周周六的行情视频当中讲到指数分析时也讲到这一点，有支撑，多头可以去把握。而空头你要止盈，至少这里不能够去加空单，而在170均线之上的空单，你最多就1到2成而已。而这一波调整对于之前成本较低的同学，您只有1次减仓机会，而您的重新买入机会是哪里呢？就是负阴线后的这根 K 线被突破。
关于这些内容，其实阿哲看到的都跟他去讲了，只是您是否能够不像阿哲一样去担心买在消息面之前这种异动的点。而有一说一，通过复印线的学习，难道这一个买点它是不存在的吗？是不是它是存在的？那为什么这个买点阿哲依旧不会去买呢？因为买入之后面临的是英伟达财报，这是一个明面上的事件。所以为什么本次的上涨以来，对于阿哲的技术分析来讲，他哪怕出现买点，阿哲很多时候也是放弃。所以在简单的一个复盘之后，阿哲就明白了之前这波上涨没有去把握的原因是什么呢？究其原因，不是因为技术分析的买点出现了问题，买点没有问题，但问题就是买入之后，它会很快遇到一些消息面的影响，而这个影响让阿哲不会去买进。那么难道未来每一次出现再次的回调买点时，阿哲的方法每次出现买点时，难道都会遇到这种消息面的影响吗？阿哲不相信每次都会。所以呢，在明白了这一个踏空的原因之后，我们就会知道真正背后的原因其实是买入之后消息面的不稳定。所以了解这一点之后，我们继续回归到技术面的一个讲解。那么当前呢，受到一些利好的影响，比如说这个关税战的被喊停，以及英伟达财报发布后的一个利好，所以今天的市场基本上就会有一个大幅的跳空，大幅的上涨。盘前已经是有比较明显的纳指的期货的上涨了。现在阿哲在录制视频的时候，它的涨幅应该是到了 1.9%。而在第一部分三大指数170天 MA 当中，阿哲就会讲到，接下来如果消息面稳定，那么下一次我们出现的买点或者说做空点，它会在哪些地方出现？这里阿哲会讲到3种阿哲会产生交易机会的点。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一部分，纳斯达克指数、标普500和道琼斯指数它们的170天均线日线的分布。那么很明显，在指数同列之后，你就会知道了，目前的道琼斯是最弱的，而标普次之，最强的是纳斯达克指数。通过170的突破与否，你也可以去判定。道琼斯呢，对于170目前是没有有效突破，而当前哪怕今天出现上涨，是不是170它也无法界定为有效突破。道琼斯指数它必须得要收盘突破这一个高点，才能够开始去测算上涨空间有效，而在此之前，它的170突破是并不构成有效的。而我们的标普呢，出现了第一天的突破，第二天的突破，股价后续是回调到170，有略微跌破2号 K 线的低点，但是整体是不是又拔地而起？而今天基本上的高开就确认了这个2号 K 线是有效的突破。那么出现这种现象之后，我们就知道它首次重新回归了牛市的序列，跟之前那样子回归熊市序列是一样的，通过强势的上涨和之前通过强势的下跌是一个道理。那么这个区间就会完全的确定它为牛熊的分界，而目前成功转牛。现在我们再看到纳斯达克指数，它为什么最强？因为在本次的上涨回调当中，它是没有跌破170的。像道指呢是都没有涨到170之上，标普呢是收盘有略微跌破170。而现在我们都可以知道，三大指数基本盘前都出现了大涨，特别是纳指出现了明显的大涨，所以今天基本每个指数很多个股都会出现明显向上的跳空缺口。那么阿哲所制定的接下来的机会，那么其中最不被阿哲所接受的一种就是突破去追涨，就今天呢高开而后去突破做日内或者说日线上的追涨，这阿哲是最不建议也是最不喜欢的一种。但是如果实在没办法，短线上呢是可以参与这一种日内的博弈的。而相对可能更靠后一点的，但是能被阿哲所接受的，就是第二种。在本次的加速当中呢，市场它出现加速之后，它绝对是会有停顿，或者说有一些短期的消耗。那么在这种缺口产生之后，它会有一个明确的支撑价位。那么这种缺口在后续回归的时候将会产生支撑，然后找启动买点。消息面上再出现什么反转，可能调的力度更深一点，到170附近。我们之前说过，当牛市回归时，那么170如果敢再回踩，就作为一个牛市的低点去对待。所以第二种阿哲认为最为舒服，当前对于我来讲是比较好的做多点，就是价格在加速之后回落，缺口有止跌后产生的买点，或者说消息面异常情况下出现回归170的止跌买点。那么这两个都可以，其实他们的买点就和这一波下跌和这一波下跌是一样的，所以希望到时候出现这种上涨的买点的时候，不要再遇到临近的消息面的异动了。而第一个呢，就是阿哲认为更加靠近的一个机会，不是多头的机会，而是市场出现加速之后所产生的空头机会。这个加速之后，它必然很难维持这种一直的强势上涨，特别是今天这种大幅缺口产生之后，它必然呢会有短期的衰竭。你会看到之前这种上涨是不是大幅的跳空之后，往往会有衰竭点，衰竭后呢会有回调。
在大幅的跳空之后，在后续的惯性上涨结束之后呢，会有衰竭的一个回调，这是一个空头的机会。而当本次的这种加速是通过2个缺口来加速的，那么这个空间比较大，所以空头机会呢会比之前的也大。当然，这个空头机会不是说在上涨当中去做，这个肯定是不现实的。就像前面这波上涨，哪怕我们知道有三阳小顶，也肯定不是左侧做空，而是等到复阴线之后才去做空。那么这个做空点的第一点要怎么去把握呢？关于后续是否会有回调买点还不确定，所以呢，我们以后遇到了再讲。那么现在所说的第一点，最临近的可能产生的空头机会的点，那么是怎么去看的？我们先看到这2个指数，第一个是纳斯达克指数，如果今天出现了加速上涨，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个区间，这个区间是曾经我们测算的170的目标位置，在突破2号 K 线的高点压力之后，下一个压力点就是它的1倍空间了。就是19475.85啊，应该是这个数值，大家也可以自己去测算一下。当然了，关于纳指这个压力位要去突破，难度应该是不大的。我们主要关注的一点就是关于标普的压力位。如果您曾经学过背离技术，应该知道，在指数的运动当中，往往上涨如果出现背离，一般会出现衰竭；下跌出现背离，也容易出现衰竭。在这一波的下跌当中，和当时标普的这一轮下跌当中，其实他们就出现了一个不同步的现象。这所谓的不同步呢，它是怎么产生的？就是对于这个缺口的支撑，我们会看到当时标普的下跌力度更强一点，它直接呢是回补了一下这个缺口，而对于纳指呢，它是一点都没有碰到缺口，收盘价也没有跌破170，所以当时这波下跌就产生了背离现象，而背离现象在下跌中产生叫底背离，而底背离所产生的机会就是低点的反弹或者说反转。而这种所有的背离技术，阿哲也是经常会去在看盘的时候去用。比如我们看到这一个图板，在5月23号，阿哲呢在财生的班级群当中，其实有讲到，市场出现了明显的大跌。那么在当天开盘的1个小时之后，因为阿哲这边是香港时间9点半开盘，当时是开盘不到1个小时，针对这一波的下跌，阿哲讲到了一个明确的点，就是标普是开始补缺口了，而纳指呢还有一点距离。这里呢就产生了底背离现象。那么底背离我们说了，就是容易出现下跌衰竭的，加上变盘点和170的支撑，那么短线的空呢是要兑现部分利润了，要看一个反弹。这个反弹的力度如何呢？不知道。放假的时候，在3天假期的时候会不会出现什么消息？所以这是我们之前所用到的底背离产生的反弹的预期。那么现在会不会出现顶背离呢？其实目前已经有那么一点顶背离了。因为纳指呢开始突破了左边高点，而标普是还没有创新高，目前出现了顶背离。但因为受到消息面的影响，今天都是大幅的上涨，所以今天纳指会往前高继续往上冲，而标普也会进行一个新高。那么在这种加速当中，就不会出现这个左边高点的背离，但有另外一个地方的背离要注意，就是这一个高点。关于纳斯达克指数左侧的这个小高点，是曾经呢在大跌之后首个反弹的高点，它是19286.42，它也是个压力位，而相对应的位置就是标普的这个价位，标普的左边高点的价位刚好和170天均线突破之后的1倍空间是吻合的，所以现在你要看一下今天的标普是否能够最高价，注意了，纳指标普的背离只看它的最高价，不看收盘价。只要今天标普的最高价能够碰到6010点，应该是82的数字，有点模糊，看不太清楚。而假如今天的标普的上涨虽然出现了跳空上涨创左边高点，但如果没能够在未来的上涨当中去突破6010.82，而纳斯达克指数今天肯定是突破了左边这个小高点，一个突破了左边的压力，而一个指数没有突破左边压力，它其实也是一种背离的现象。如果出现这种背离，你就要注意了，会不会出现第一种叫加速后的空头机会？在一个顺势上涨时去做空，肯定是一个有风险的事情。所以这个机会呢，大家如果是不太喜欢的话，您也可以完全忽略。您可以看到第二点，就是加速后的一个回归缺口支撑去买入，但这一个呢，它不一定会如期出现，因为如果第一个条件它没有出现，而是标普去上穿了左边的这个高点，那么纳指也穿过左边的高点，那其实在前高之下就没有压力了。那么两指数它容易不回调而直接走出加速去创出左边高点，所以这里呢，要么出现空头的衰竭机会出现回归，
如果它不出现这种衰竭机会，而是两指数同步的加速，那么将会直接往左边高点，而短期内呢是不太容易出现回调买点的。以上就是对于纳指、标普、道琼斯指数关于日线170MA 的一个观察，同时还有阿哲的3种交易机会的制定。如果以上内容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或者说引发您的部分思考，那么阿哲希望，如果您是老同学，不要忘记为阿哲视频照常点上一个小红心。假如您的时间比较充裕，那么阿哲希望您也可以留下您的一句宝贵评论。那么感谢大家的点赞和评论。如果您是新同学，第一次来到阿哲频道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也希望您可以点击视频底下的订阅按钮，点击之后呢，会显示已订阅。那么未来您就是阿哲讲究频道的粉丝订阅观众了。同时，您也可以点开全部铃铛，后续阿哲的每一期视频只要是公开的，在发布之后，您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铃铛通知，您就不会错过每一期的视频观点。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二部分，关于日内撑压红绿灯。红绿灯指标就是阿哲通过短线观察去判定多空交易点的一个技术。而红绿灯在本次的一个行情当中，其实整体比其他技术呢可能会更加的一个直接直观，并且把握的行情会更多。因为这一个指标它纯粹是通过计算而来，它没有太多的这种感性的因素，不会像阿哲一样说出现了买点，但是怕有关中美谈判会出现利空，或者说出现了买点，但是可能会担心有关英伟达财报可能会出现利空。它不存在这种因素，它唯一需要的就是你去执行即可。所以从头到尾，如果您是按照红绿灯来去看，通过日内撑压去看，突破为买点，跌破为卖点去进行交易的话呢，本次低位上涨的大部分多头行情，您都可以去得到。而每一次下跌的空头行情，虽然不是可以让你卖到最高点，但基本呢也能够给到一个不错的减仓机会。接下来我们看到红绿灯指标，今天日内的撑压是谁呢？那么左侧呢是阿哲在昨天盘前所公布的一个短信。只要您是今天刚刚订阅阿哲的同学，那么您订阅之后就能够在一定时间内去收到这一条盘前的解析短信。阿哲呢是每天盘前都会去更新，它的优势在于它比较及时，每天都可以收到。因为我们的行情解析视频一般是周二、周四和周六的美股盘前才会更新，不是每天都有。但是盘前解析呢是每天都有。所以如果您是订阅观众，那么未来可以在一段时间之内可以接收到阿哲这条盘前解析短信。我们看到昨天5月28号的盘前解析，阿哲呢有讲到关于纳指回踩170产生反弹有点强力，出现了负线的买点，短线看涨。但这个看涨点呢就有区分了。如果您是成本较高短线追涨的，那么遇到了英伟达财报这种事件，你要选择是否去赌。但其实阿哲觉得没有必要赌，要么大亏，要么大赚，那不如呢小赚离场。那么对于这种买点，真正的受益者就是之前成本较低，而后仓位滚动，在上一周呢卖出筹码进行高抛，那么现在你可以重新的接回来。而至于后面的英伟达财报发布，其实对您来讲根本不是赌不赌的问题，它只是一个会给你一个继续持股的看涨的理由，亦或者是右侧卖出的离场点。你完全可以用你之前的成本低的优势，用你的利润空间去博弈它的继续上涨，所以这对于你来讲不是一个赌的问题。但如果对于成本较低的短线刚买进的同学，那么这个地方就存在赌的问题了。这是昨天我们所讲到的一个内容。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点位的计算。昨天纳指的日内预测高低点是这两个价位，还有特斯拉的以及英伟达的。从红绿灯来看，其实最近是不是出现了再次的看涨绿灯啊？3个标的都是看涨绿灯。而对于这个压力位，昨天的收盘是怎么表现？你会发现昨天底下有什么灯吗？如果出现了绿灯，就说明阿哲盘前给到的点是被收盘突破了，那个压力被突破，则股价是看涨的。而如果收盘是跌破了阿哲给到的预测低点支撑的，那么就说明它会是个红灯，那么要小心风险。所以在短线上来看，这一天是不是一个绿灯？这是周二的 K 线产生了绿灯，而周三呢是没有灯的，没有灯就说明它的收盘价整体在高点的压力和低点支撑之中，那么就属于顺势还是维持看涨的状态。那么今天会不会维持这个状态呢？肯定了，今天这种大幅高开肯定是把这个高点给突破了，所以今天为绿灯是肯定的事情。但今天的绿灯如果是阴线呢，它则不构成买点。一般来讲，出现了绿灯之后，它可以作为买点，特别昨天是红灯的情况下，
只要是出现了红灯之后的绿灯，我们说它构成买点；而只要出现红灯后的绿灯，它则构成最基本的卖点。这是我们之前就讲过很多次的。而这个买点之后呢，每一次遇到绿灯，你可以进行加仓，亦或者是持股，等遇到红灯之后呢，再考虑减仓或者说离场。那么这种行情是不是以绿灯起而以红灯止？那么像这一天从绿灯开始到这一天出现红灯的停止，是不是完成了一个低点到高点？是不是它不是一个最低和最高，但是它是一个相对的上涨的波段？而最近呢，又再次出现了一个红灯停，而后绿灯行，而绿灯再次是一个买点。所以通过红绿灯的交易呢，就没有那么复杂。如果您真的能够完全按照这种操作来，不考虑任何的因素，那么本次用红绿灯，您就已经超过了许多人的获利。当然，对于这一点呢，可能阿哲没有做到，不知道有没有同学能够完成这一个操作。那么像今天你所看到的预测高点19188.88呢，是一定会被突破的。那突破之后呢，为一个绿灯，绿灯如果是一个阳线，那可以作为一个加仓点，就之前你的成本较低，可以作为加仓点。突破负阴线买点之后，你并没有卖出，你去赌而赌对了。那么今天如果出现绿灯，而后是一个阳线，也作为加仓点。但阿哲希望的是你的加的仓位不要比之前多，不然的话就头重脚轻。一旦出现红灯，那么你依旧会容易有被套的风险。所以只要是一个阳线的绿灯，则可以继续的去加仓，但仓位不要比之前多，或者说你可以继续持股，等到出现红灯为止。那么阿哲每一期视频都会讲一下这个点位计算，因为它这里面的计算公式呢需要用到近期的价格，所以每天呢都会有更新。像明天最新的价格是多少呢？现在阿哲也不知道，所以得要明天再去计算才行。但是每天我们的盘前都会去写到这些数值，所以如果您是刚订阅阿哲同学，您目前也持有手中的筹码，那么只要它是一个绿灯，您就可以继续的维持看涨。而假如在本周未来某一天出现了红灯呢，它就一样的跟之前这些的操作是一样的，开始有所减仓，开始要有所离场兑现利润，这是一个红绿灯的一个操作。那么接下来呢，阿哲也告诉大家，如果您是刚才订阅了阿哲的朋友，那么您如何在每天盘前能够看到这一条盘前解析短信呢？以及这些点位的更新呢？其实很简单，您只要点击下方的评论区，打开评论，在评论区当中，阿哲有发了一条置顶评论，而在那一条评论中呢，有一个链接，那是助教老师的 Telegram 联系方式，您点击之后就可以找到阿哲的助教老师，那也是阿哲唯一的一位助教老师。在找到他之后，您可以给他发送一个领取的口令，叫盘前。而这个盘前口令，助教在收到之后，他就会知道您是今天刚订阅的同学，同时您也需要每天的盘前，他会告知您如何能够去获得。刚才我们说过了，这个盘前解析的优势在于我们每天美股盘前都会更新，所以比较及时，但是它也有它的劣势。比起视频来讲，可能它的文字会比较简短，您理解起来可能有时候会有一点难度。所以阿哲比较建议，如果您想要更加对技术分析进行一个学习，而不是单纯的只看一个盘前的解析和一些点位，而是想要更进一步的学到一些内容的，阿哲除了盘前解析的文字之外，同时也提供了一些更加利于我们学习技术分析的一些内容，比如说有关于内部的进阶知识，一些内部直播课程，它会比文字更加适合您去学习。我们同时呢也有粉丝的学习小组，您只要是真的认真学习，能够花时间在学习上的同学，那么您可以被邀请进入到我们的学习小组，有问题呢会进行知识答疑。当然这个学习小组呢不是每一个同学都能够参与的，您必须要证明您真的有时间花在学习之上。那您要怎么证明呢？很简单，您只要能够收听一节我们的内部直播课，真的是收听了一节，能够花时间去听一节，证明您不是说说而已。那么在完成我们内部直播课老师所布置的一次作业，那么这个作业交给助教老师之后，他就会邀请您进入我们的粉丝学习小组了。希望以上的3重内容，在文字方面，在视频内容，在群组方面，都能够对您的技术分析学习能够有所帮助。同时这里阿哲也告诉大家有关于本月的一个课程的安排。现在呢临近了月底，我们在月底的这2周其实一直有进行一个课程的安排，叫做拥抱财富做分化龙头，从5月20号开始就进行了本轮的课程。所以如果呢您是比较热爱学习的，你说阿哲我目前听到您的视频是5月29号了，我前面的课程都错过了，那怎么办？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您只要找到助教，同时跟他说一下要领取一下回放，亦或者您想要学习，那么阿哲和阿哲团队的老师都会进行一个负责。像之前的课程的回放，您都可以跟助教去领取，包括呢明天后天的直播课程，您也可以找到助教去报名参加。只要您想学，
只要您信任，那么阿哲和阿哲团队的老师都会提供有关技术分析教学的一个服务。在明白了有关指数分析之后呢，我们需要看到第二和第三部分。我们第一支要讲到的个股标的呢，就是特斯拉。我们先看到特斯拉的空间层面。在周二的时候，阿哲发布了一个视频，里面呢是专门讲解了个股解析的。当时第一只个股我们分析的就是特斯拉。关于特斯拉这波运动向上，我们说是五浪的一个运行当中，是不是前面这个高点它随时会被刷新？好，那么在这个运行当中，我们有一个目标位，或者说有两个目标位。这一波运行看到第一个目标，或者说相对的正常反弹的高点的目标是367.34。那么这个价位呢，当前阿哲在录制视频的时候所看到的一个价格是没有突破的，所以你要去关注一下，在受到利好刺激之下，它能不能够去因此收盘突破站上367.34，而且最好是一根阳线实体过半的站上。如果出现，那么是不是下看下一个目标就是419.99？而如果在今天这种特大利好出现的时候，它依旧没有出现明显的突破，反而出现冲高回落，或者说它站的不是很明显不稳的话，这个位置小心了，它依旧属于特斯拉相对的高点的区间，还是有机会形成五浪高点的区间。那么有同学也会疑问，那如果市场如果都在上涨，或者说指数间大涨，它不应该突破，它不应该大涨吗？这里可能要考虑到有一些资金呢本身可能在特斯拉上，但是因为政策上发生了一些改变，比如说关税、贸易战的暂停，那么这些资金在出现了明显的大幅上涨之后，它有可能会找一些其他的标的进行一个操作，所以它不一定全都还会留在这只标的里面，特别是之前已经经历了一个比较不错的涨幅之后，所以今天要关注一下能不能持续出现强势的突破，如果保持，那么说明这个资金依旧比较坚定看涨特斯拉，那么下一个目标依旧跟随看到419.99。而只要两指数不出现刚才我们所讲到的背离现象，而后出现滞涨 K 线，在此之前它只要突破，就依旧看到这一个目标位就行了。而后我们看到资金和动能上怎么去看待特斯拉。我们目前所看到是特斯拉的日线图表，上方呢是动能 K 线啊，底下呢是 BVD， 而后是龙头引力。我们会看到有关下窗 K 线的这一天是变盘点，那么上窗其实也为变盘点、止跌点或者说变盘低点，而上窗 K 线呢则容易是反弹当中的变盘高点。那么通过变盘的价格走势来看，我们可以画出这一根上窗 K 线。在 BBD 的角度，这一根 K 线的高点将是为一个压力，如果这里明显承压，那么价格将为下跌后反弹的高点。那么因为这个位置和前面367的空间位置比较近，所以这个变盘点的一个空间呢，你也可以往上看一下，看多几个点到367左右。而后我们再看到它的红绿灯，是不是红绿灯从这一天出现了红灯转绿灯为一个交易点，或者说一个上涨的强势点？但因为前面是一直红绿灯交错，所以它整体是个震荡。当震荡之后呢，是出现了非红灯 K 线，就说明摆脱了震荡。是不是从这一天开始，我们是维持看涨？而出现绿灯之后，我们是不是继续的延续看涨？那么接下来你就要关注了，通过红绿灯的角度，它会不会在这里产生红灯？因为价格呢在连续绿灯看涨之后出现红灯，它容易就陷入调整；出现连续上涨之后出现红灯，就容易出现调整。而我们现在看到这里，它的红绿灯的价格。今天关注的红绿灯价格低点，特斯拉看到351.86，而高点的压力呢，我们看到360.95，收盘价要在它之上，并且为阳线，我们说才比较安全。如果为阴线的绿灯，那么相对也要谨慎一点。而假如跌破351.86，那么说明就是一个红灯，红灯也是一个小心的风险信号。而如果大家想要持续的关注到特斯拉的红绿灯的变化，那么每天盘前阿哲也会把这个点位进行计算，写到我们的一个盘前解析当中。那么你可以根据呢每天盘前的点位呢，去提前的去判定当天会不会出现收盘红灯的现象。出现红灯就小心，不出现之前呢，依旧我们维持看涨。以上呢是关于特斯拉的解析，接下来我们来到下一只个股英伟达。英伟达的一个运行当中，我们现在看到盘后基本因为财报发布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上涨，阿哲所看到的时候应该是涨了有5个点，那么临近了下一个目标，因为之前我们说过有2个比较大的压力，那么一个呢是135.1，那么这个价格其实在最近呢出现了一个盘整，而后略微的在这里震荡。
那么因为盘后公布的财报原因出现了大幅的上涨，目前是已经靠近了下一个目标，就是143.95。那么这个目标价格也基本也和前面的高点是临近的，也是前面这个负线的位置，所以这里呢有一定的压力。如果在前面没有持有筹码，而现在再次出现一个高开，那么临近压力的情况下，不太建议呢直接开盘买进。最好的就是等待它的收盘价能够收盘站在143.95之上，我们以此作为你的多头防守。你说在这里建立新的仓位可以吗？有很大的风险，但是至少比开盘买进会好一些。所以这里呢，要么等待它是否会突破，如果不突破，看回落找买点，亦或者是有效突破之后呢，去做首次的建仓，后续呢根据支撑位是否有效再去加仓。这是空间上给到我们的提醒。接下来我们看到资金和动能上，我们可以通过底下的 BBD 资金可以看到一个点，就是它的 BBD 的流进资金之前2天都是转为绿色，那么是不是转为绿色之后，同时这一天是下穿 K 线，下穿 K 线它则为一个变盘低点，然后突破是不是作为买点看涨？这是上期视频我们讲过技术面的一个买点。也就是说，如果通过技术面，其实这个地方它是可以作为买点的，只要您不担心英伟达出现财报后的风险，那么这一天你买进是没有问题的。技术面这一天就是买点，这也是在上期视频我们讲的比较明确的一点。而现在有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水下离水上的一个零轴是比较靠近的，今天肯定出现大涨，那么大涨上穿资金流进，是不是直接就上穿了零轴？好，上穿零轴那一天是不是为变盘高点的可能？那么那一天的高点要被突破才能延续看涨，所以我们更加稳健的买点，它的价位可能买进的会比刚才所讲的空间价位要更高，但是它可能会更加稳妥一点。就是今天英伟达这根 K 线以它作为一个关照点，而它这根 K 线的最高价格将应该是一个压力，而如果它是个压力，那么这里肯定不能买进，因为它容易是高点变盘。而假如这一天的高点能够被突破，那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再次的追涨买点？因为它意味着高点变盘不是高点，那么就是延续上涨点。那么今天的红绿灯呢，我们简单也说一下。虽然今天呢必然也是一个绿灯 K 线，它呢要么就是一个阳线，要么是阴线，但肯定是一个绿灯 K 线。今天的高点压力是136.03，低点的支撑是133.57啊，关注这2个价格。当然，今天的价格呢不是最为主要的，主要的是明天，在今天加速，在今天利好之后，我们看一下明天会不会继续延续绿灯，这才是关键。如果明天是红灯，那么也是要小心。关于明天的价格，我们在明天的盘前解析当中会去提到。以上呢是关于英伟达的一个分析。接下来我们看到半导体指数，半导体指数呢整体还是保持一个相对弱势的预期，还是处于熊市反弹当中。因为跟三大指数比它不太一样，它的一个170的均线依旧是往下走的，并且前面呢突破1天2天之后，它的一个低点被跌破之后，目前依旧保持弱势的。你可以看一下今天的上涨能不能够去突破前面的2号 K 线，突破之后呢，才能够首次我们相对初步的判定它有脱离熊市反弹的幅度，再去看到价格从低点往上测的一个空间即可。当然前提是它要突破，而后170不要重新跌落。所以目前如果你要去做多，那么有些标的不太好选，就是170还在往下走的，以及170没有突破的，这些对于做多标的来讲，除非是很特殊的标的，比如说像苹果等等的，不然的话呢，一般不作为首选。接下来我们看到它的资金和动能上，我们会看到的是在红绿灯指标中呢，看到这里是一个红灯，而后呢，在本周周二呢是出现了绿灯 K 线，同时是不是它不止把这个倒型的反转给吃掉了？它同时是不是又出现一个新的倒型反转缺口？所以目前的半导体指数你要看涨是 OK 的，只是呢可能会有比它更强的标的会作为优选，或者说更加超跌的可能作为优选，而它呢属于相对中庸的，它呢还在170附近盘整。那么当下我们再看到今天啊这个红绿灯的高点支撑和压力，我们再看到今天的预测高低点，低点的支撑是206.64，高点的压力是209.35，关注这2个价格。同时我们看到底下的这一个 BBD 的一个零轴，今天如果出现明显的一个上涨，那是不是它也会是一根上穿 K 线？那么上穿 K 线则和之前的下穿 K 线是一样的，它为变盘的高低点信号，所以今天的 K 线的高点理应存在压力，而被突破之后呢，则延续看涨。如果今天的高点不被突破，那么则又是一个高点变盘。你只要确定一下是小高点还是
一个大高点。以上就是关于特斯拉、英伟达和半导体指数我们的3个维度的解析。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到第3部分。第3部分呢，我们需要看到阿斯麦。目前我们所看到是阿斯麦的日线图。在阿斯麦的一个整体股价运动当中，它其实已经是有来到龙头引力的一个高点处，而且它和之前的个股不太一样的是，它已经出现了形成，因为它的龙头线是下穿了，所以前面的这个区间已经形成了一个高点的看法。而现在呢，又出现了一个红灯、绿灯又红灯，所以今天呢，是不是为变盘信号？因为在颜色交错之后呢，它其实会出现一个下根 K 线的指引。如果下根 K 线为阳线，我们说大概率则看涨；如果为阴线，那么则看跌的情况会更大。那么今天的股价走势呢，出现上涨的概率是不是极大的？所以今天只要保持上涨，那么这个红绿灯之后，我们是看涨的。当然，今天的 K 线最好是一根普通的上影 K 线，而不要是一根绿灯，因为如果再次出现绿灯，整体多空之间的能量呢，还是保持在一个平稳的状态。通过底下的 BBD 来看，是不是也是临近零轴？如果今天有明显的上涨，它其实也是比较容易在1-2天内出现了上穿，而一旦出现上穿，其实是容易产生风险。所以现在呢，关注2个点，在前面的一个高位出现了一个滞涨的信号，并且形成之后，目前关注一下上穿 K 线，它可能在今天，也有可能是明天，因为上涨幅度要够大才行。看一下今天的预测高低点。低点的支撑是739.87，而高点的压力呢是751.45。关注这2个价格，今天最好是收涨，而后在这个区间之内，那么就比较明确的是变盘看涨。当然，如果有绿灯也行，也是多方比较强的表现。而下一只标的，我们看到博通，博通的股价运动在出现了红灯之后，是不是转为绿灯为买点？像这里出现了红灯转绿灯为买点，红灯转绿灯为买点。只要股价出现了连续的绿灯转红灯，就容易看调整。当然，像博通呢，它的一个调整之后，很快又出现了绿灯，目前呢还保持在一个绿灯的上行当中，还没有出现红灯 K 线。所以整体博通是不是比很多的个股要强？因为昨天的很多个股是收阴的、调整的，指数也是调整的。而现在它的白色块是没有像阿斯麦一样出现形成，它还在这个白色块之上，没有下穿，没有形成。所以当前呢属于一个滞涨超买，但是完全还没有出现一个确认。底下的一个 BBD 呢是面临上穿，而从盘前的涨势来看，它今天就是一个上穿 K 线，而今天为上穿 K 线，是不是我们就要注意它会不会是一个变盘高点啊？我们再看到今天的预测高低点，今天的低点支撑是236.927，高点的压力是243.492。关注这2个价格。下一只个股我们看到苹果。苹果呢，我们在上期视频其实有讲过它的一个特征，就是它处于一个震荡。那么为什么说它目前处于一个震荡呢？因为它有一个特征，就是股价在这个区间之内一直出现缺口回补的现象。不管是曾经出现的这一个下缺口，还是这一个上缺口，或者说这一个下缺口，包括这一个大幅上跳的一个缺口，是不是也在后续出现了一个回补？那么最近产生这个向下的跳空缺口，是不是又被一个上涨给回补了？所以它的缺口回补都是很快的，并且出现之后呢，很容易被回补。所以在这种震荡行情当中所出现的缺口，大多都是普通的缺口。而在上期视频，我们其实也有讲到了股价的下跌的一个下沿，那么上方有缺口时，你会知道它要去补这个缺口。所以我们在上期视频有一个推演，如果股价它补不了上方缺口，或者说它补了之后它不能站住，那是不是说明还有下跌空间，要改变这种震荡趋势了？而假如它能够回补这个缺口，就说明还在震荡行情中，那是不是只要守住这个缺口，那么价格就要去看回补下一个缺口？因为上方这个缺口还没有被回补，所以当前我们来看它回补上方缺口，那究竟它能不能起死回生？阿哲觉得要继续的去跟踪，首先把这个缺口回补之后，观看一下缺口回补时的价格动态。跟踪一下缺口回补之后它的状态是否能够收阳，而后保持在缺口下沿之上，而后是否能够保持在这个缺口之上收盘。如果可以，就说明它的反弹力度是很强势的。因为当前它的整体股价的运动，之前因为关税的原因，那么它首当其冲出现了一波领跌的行情。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资金想要再次去进场做多，那么肯定会有一点顾虑。所以价格走势目前它还是170向下，并且170呢没有去尝试过突破，所以它整体在价格表现上是弱势的。目前还是一个箱体走势，你要绝处逢生，必须要回补这个缺口之后，用一个上破
来把这个箱体给走出来，甚至呢是以一个跳空的突破缺口来把它走出来，那个时候才真的能够起死回生。在这之前，依旧看缺口回补之后走震荡。我们也来看一下它今天的预测高低点，今天的高点的压力是200.16，肯定是会被突破的啦。低点的支撑呢是225.798，那么这两个价格可以看一下。但大概率呢，今天是一个绿灯，只是它是一个阳线和阴线，以及呢对于缺口的回补要去关注。所以今天的红绿灯呢，大多呢都不是很关键，因为肯定大部分股票在今天这种利好之下会出现绿灯 K 线，只是你是阳绿灯和是阴绿灯有所不同而已。而后同时关注的是底下的上穿 K 线，我们知道上穿 K 线呢容易引发高点变盘，特别是震荡行情当中，是不是容易是一个高点，是一个压力？所以这里在大幅上涨的时候，今天也同样会是上穿，所以今天呢，它将会形成一个高点的压力，这个压力能够被突破。而如果是一个缺口突破，或者说有效的一个长阳突破，那么它将会同时达成突破前方的一个箱体，那么是不是这个时候去看涨？那么这种追涨是可以的。下一只标的，我们再看到 Meta 的股价运动也是在170出现了有效突破之后啊，在1倍空间左右出现了一个震荡。那么震荡的过程当中出现了红灯转绿灯，是不是这波调整调到这里，一个绿灯之后出现了滞跌，而后在红灯之后呢，没有启动下跌，而是再次的反向出现了绿灯，则重新构成买点。而构成买点之后，前期的一个转绿 K 线是没有被有效突破的。而今天呢，因为受到利好的消息影响，可能全面的都会出现反弹，而这一天的反弹将会很容易出现水上的上穿。那么一旦上穿，那是不是它又会临近左边高点，同时出现变盘高点？在这个高点之下，哪怕再次出现这个阳线，它也不如之前我们所分析的某些个股。所以做多来讲呢，像 Meta 不是一个特别好的这个前列。我们看一下，除了前面的一个压力之外，今天的一个预测高低点。今天的高点的一个压力是651.396，大家要注意了，如果今天有哪些个股连绿灯都不达成，连日内的压力都不能突破，那么那种个股就真的要特别小心了。后面如果真的有做空机会，也是要去找那种个股的。而低点的支撑呢是643.064啊，关注这两个方面。现在我们看到下一只个股是 MSTR。MSTR 呢，属于在最近的行情上涨当中比较难得产生比较明显的空方下跌的一种情况。我们之前说过，在价格运动当中有一个另外的变盘信号，比如说除了看下穿 K 线它是不是一个低点之外，是吧？当时这里没有出现一个有效突破，所以当出现低点下穿变盘的时候，如果它有支撑，但是没能突破，就说明它走为震荡调整。而在这里呢，又出现连续的流出之后的流进 K 线，这一天是不是也是关注点？而它呢是被跌破的，同时后续又把这个低点支撑给跌破，所以这个位置是不是走空的一个方向是比较明显的？那么现在根据市场的一个整体情绪的变化，所以导致 MSTR 呢其实也蹭到了一点反弹的关，在盘前呢也出现了一点上涨。那么它的上涨其实不容易去出现一个明确的短期的一个方向，因为它前面的一个下跌是一个连阴，而后它的连续流出之后，目前还没有流进。离上方的一个水上也还有一点距离，所以对 MSTR 本次的一个大幅的上涨跟它关系应该不会很大。但如果你是前面参与了做空方向的，那么现在其实你也要小心，因为这里产生的反弹我们只是预估不是很大，但是假如呢，如果它产生了比较明显的反弹，那是不是你的空方利润就被吃掉了？所以走到这里，根据市场目前的走势，哪怕它目前盘前没有怎么反弹，你是不是也应该把之前的空方的利润兑现了呀？然后在等待反弹之后会不会重新走弱，又或者反弹变强，我们去做多等等去看。那么今天的预测高低点只要关注了，今天的高点预测是367.451，低点的预测是355.299。如果今天 MSTR 收盘在367.451之上，并且是阳线收盘在这之上，就会构成一个连阴后的首阳，并且是红灯后的绿灯，那么也可以作为做多的方向，因为本身 MSTR 就是一只强势股，整体趋势也不弱。对于170回归了一半啊，回复了一点点均值之后，它是不是有了更多的上涨空间啊？所以这里如果有买点是可以参与的。而作为做空者来讲，目前市场情绪下啊，这个空方的方向利润有就要赶快走了。接下来我们再看到下一只个股是 PLTR。PLTR 呢，最近的运动是整体偏震荡，震荡运行当中出现了变盘的 K 线是谁？这一天有一个低点变盘，但是呢，后续反而是被跌破，目前在这之下运行。
今天跟随市场出现了一个盘前的上涨，但是整体目前涨势也不算很强。那么这一根 K 线是不是连续流出之后的再一次的变绿的 K 线？所以它呢也可以作为关注点。所以目前我们可以直接看到这根 K 线的高点。如果今天的收盘价能够把它给突破，意味着 PLTR 这波震荡调整到此呢可以看涨了。整体的突破最好还是阳线为主，而不要出现一个高开低走的阴线，那样的突破呢就不太好。我们再看到今天的预测高低点，今天的低点支撑是 123.335， 高点的压力呢是 126.075， 关注这两个价格。接下来我们再看到谷歌，那谷歌的整体的运动是不是没有突破170？所以当前呢它还是不算强势啊，但是它的170是往上走的，至少比半导体指数呢还略微好一点。而我们看到它的一个缺口，上期视频我们讲过，它要走空的一个要求是这个缺口它不补，或者说补了之后呢收盘站不上啊，这个是转空的条件。但是后续在本周第一个交易日，是不是收盘价直接站到了缺口之上，而且是实体站上很多，所以它这里哪怕170还没有突破，但是呢已经不是转空的一个首选标的了，它是一个红灯后的绿灯，是吧？前面的红灯绿灯红灯绿灯，它们构成买点。那么当下你要去验证，就是170突破是否有效，就突破的第一天、第二天不要滞涨。但是像谷歌目前的走势来讲呢，它不作为做多者去优选的一个标的，因为它刚好在170附近，它要去考验是否有效突破。你要找的呢，最好是在170之上已经走牛的回调，或者说在170之下超跌的股票，是吧？一个呢是类似于苹果那一种，一个呢就类似于 MSTR、PLTR 等等。而如果处于170附近震荡的，就是不伦不类，有点中庸，那么就不是说特别好。像谷歌呢，目前就处于这个地位。我们看它今天的一个红绿灯的价格，低点的支撑是 171.465， 高点的压力是 174.93， 关注这两个价格。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只标的是微软。微软的整体走势就属于170之上啊，已经是运行了一段距离，已经产生了一个上涨。那么上涨途中呢，有出现了一个下穿的 K 线啊，而后没有被有效跌破。那么变绿的 K 线呢在这里，而微软相对来讲不是很好，因为它是属于为数不多昨天指数没有红灯，而后它走为红灯的股票。指数没有走红灯，你走为红灯，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说明资金在这个股票里面呢还不是很看好，或者说不是很坚定，所以这一天出现了红灯。而它当下是不是处于一个红灯、绿灯、红灯三色转换的状态？所以今天呢，看一下，如果今天都能够收跌，那是不是微软就真的是不能够随便去做多了？我们看到今天的股价的一个运动，低点的支撑是454.35，高点的压力呢是459.94啊，关注这两个价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亚马逊。其实很多个股要注意了，其实都离这个水上都是蛮近的，所以离这个水上蛮近的个股，一旦反弹，其实它就很容易上穿。刚才我们讲到的一些谷歌等等，其实都有点类似。像前面这里上穿之后，你要关注这根 K 线啊，这根 K 线如果上穿之后就很快被跌破，那容易是一个明显的高点变盘。这一天是上穿之后没跌破，而后出现了突破，所以这根 K 线不是高点变盘。像这里上穿之后呢，高点没有突破，而后跌破，是不是也是高点变盘？所以你要关注一下，如果出现了一个上穿，那么我们要注意了，它会不会是一个压力？如果这根 K 线是压力的话，那其实就不太好。而这根 K 线如果还会产生跌破的时候，是不是说明它的形成要出现调整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要注意它的位置，就在170附近，没有产生有效突破，是不是它不属于优选的方向？它不是170上突破有效后的回调，它也不是170之下产生超跌后的反弹，它是属于相对中庸的，在这附近震荡的，不算强不算弱。那么这种股票呢，在当下我们也只是看着为主啊，你说做多做空呢，找它不是很有必要。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今天的价格，低点是202.94，高点的压力是206.19。如果要去看多，那么最好是等待今天的上穿 K 线后被突破，那么看涨。我们再看到下面这只股票是台积电，台积电的整体走势是不是也出现了前期的下穿 K 线，然后见到了一个低点十日新，后续呢出现了一个上涨，但是大家要注意的是，这一天上涨虽然说突破了，但整体在昨天是出现下跌的，虽然勉强收了一个十日新啊，但这个走势呢并不是说特别强势。而后这种红绿灯的间隔变盘，这一天又是一个下跌 K 线，所以整体变盘呢
要向下去看。那么今天的反弹要小心，它可能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选择买点，有可能是一个高点变盘的延后。而我们看到它的底下其实离这一个零轴也是很近的，就是今天6一上涨是不是也会上穿？所以跟亚马逊一样，今天一旦上涨上穿，是不是今天的高点容易形成压力？所以今天呢，有一些股票，如果你没有提前买入先手，或者之前没有筹码的，今天借着这种上涨，你去追涨买进，很容易买在一个日内或者说日线的变盘高点。看到今天的低点支撑是 194.517， 高点的压力是 197.102， 看到这两个价格。最后就是 SMCI。SMCI 的股价走势在之前这波下跌当中，是不是有讲过这一根股价红灯后，如果产生绿灯，你的空单就要止盈了？那么这一个价格还在170往下运行，突破170呢，还不是一个有效。它的2号 K 线在这里，所以出现了跌破反抽，目前有压力。哪怕今天反弹，是不是也要注意了？2号 K 线不突破，就依旧属于熊市反弹，因为它还没有走出突破的有效。底下呢也是面临一个下穿之后变盘向上，但是这一天今天一反弹又要上穿了，上穿又进入到了一个2号 K 线区间，那么这里不突破2号 K 线区间，哪怕做看涨也只是短线，空间也有限。靠今天的股价的运动，低点的支撑是 41.456， 而高点的压力是 43.444， 关注这两个价格。以上就是5月29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美股金线今天大利好，关税账涨时被喊停。那么具体后续会如何反转，我们需要关注这方面的信息。但在此之前，苹果有绝处逢生的机会，但是箱体的突破才是作为真正的确认点。那么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谢谢您的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更多精彩视频，我们下期再见。